小冉琪真是成熟了哈，我还以为他会跟上来呢。哎，违反同居条例了啊！谁的条例啊？你不觉得没了某些强迫症、整理癖之后，咱们家舒适度提升了不少啊？哎，老隋，你快看，李慧回来了，她买了好多好吃的，还有你喜欢吃的鸭头。得了吧，都是你买的吧？我可不爱吃这些。鸭子那么可爱，人家才不爱吃鸭呢。我看你每次去超市都买啊。反正爱吃的不是我，啊，你趁早赶紧都吃了吧，别浪费了。李慧，不可能，他不会按密码啊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去买了些水果。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们这儿借宿一宿啊？来，我们这儿又不是酒店，大哥，你们家不有酒店吗？今天这个季风啊，客房晚上要调试设备。那你就回你那豪华小楼去。物业说停水了。哼，还这么巧。那我们这小小陋室，肖总是看上哪儿了？这个客厅就不错呀，睡沙发吧。嗯。老隋，困了吧？怎么了？嫌我灯泡碍眼了？我夜生活长着呢。你还想干什么呀？吃水果，品尝肖总特意带来的水果。他怎么精力这么旺盛？浩克啊，看你来了以后贼开心。要吃哪个呀？最大的。这瓜我看能吃到夜深。看起来还不错。谢谢。吃瓜，我跟你说，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把李慧给劝回来呢。拒绝收人家男朋友的快递，你什么烂招啊？谁想他回来呀？我拒收完全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。幼稚。你不幼稚，你看你买这水果，又生又难吃。我要是你啊，压根儿就不会拒签。我没快递也给他寄一个快递，叫他回来取。嗯，对啊，买一个礼物，然后打电话叫他回来签收，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吧？腹黑，真腹黑。你要是珍惜这个朋友啊，就早点行动。女人那是很容易和别人划清界限，老死不相往来的。又翻旧账。我没说你，我跟他说的。来，吃个西瓜。自由。来嘛。这瓜好甜哦。哪有你甜？怎么还没睡啊？还没睡着呢。谁让你非得跑来睡沙发的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小气啊？有那么点小可爱吧？可爱吗？哪里可爱？哪儿都可爱。起来。
知道吗？老隋和李慧呢，他们两个发小，比咱们两个认识的时间还要久。用李慧的话说，他们就是见证了彼此青春期的叛逆、情窦初开的初恋，还有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涯，现在又变成了同事。你说这份感情是不是很难得啊？行了，我知道你想留下来的心情。毕竟有些朋友失去了就找不回来了。肖长奇，如果说你的好朋友，你看到他可能会陷入到一段可能会受伤的感情里，你会怎么做啊？我会尊重他的选择。如果他遇到了危险，我会把他救出来。的确像你。但是那一天应该不会来了，因为我的好朋友已经变成我的女朋友。我永远都不会让她受伤的。快点搬家好不好？知道了。快点搬家好不好？他不会听到。胡宁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你，老隋？你们这大清早的就在这撒狗粮，还不允许我这个炮灰放个特效？哎，何校长，我记得你之前搬出来就是因为你舍友往回带男朋友吧？这能一样吗？喂，什么情况啊？睡衣 party？对啊，我们三个刚才经历一场非常难忘的夜晚，这偶尔换换室友啊，才知道之前的生活多么水深火热。是不是肖长奇？有你就挺水深火热。慧，昨天晚上不知道有谁特别想你回来呢。对对对，你吃没吃早餐？我给大家点外卖。不用了，我回来拿些换洗衣服就走。既然有些人觉得水深火热，我还在这儿讨人嫌干嘛呀？对吧？哦，对了，肖总。唐岩可能在吴苏多待几天，我想在季风给他开个房间，打个折呗。没问题啊。谢了。你们继续。什么没问题？哎，怎么就没问题了？你怎么那么没原则呀？你要是早上听到那火警的音效，你也会变得很没有原则。小肖总，这边请。这个夹子是哪个？哦，这边请。来2份早餐，然后2杯浓缩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昨晚没睡好，肖总。你们在弄什么呢？这不是快6·1节了吗？我们准备搞一个唤醒成年人内心童真的6·1节活动，这些都是布置现场的装饰跟道具。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，是啊，能不能给我拿一些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吧，肖总？当然可以了。
不是说回来大家要一起讨论选题吗？对啊，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嘛，我就想大家从这些里面找找灵感。哎，李慧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和老隋小时候玩弹珠，好像你把他门牙给打掉了，是不是？我那是让着他，后来他上小学被那些高年级的欺负，抢走这些小卡片，还不是我以一敌三给他抢回来的。哎呀，被揍得鼻青脸肿，骨折1个月都没来上课，每天都得我给他抄2份笔记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还抄笔记呢。哎，那你们印象最深的一辆反派是哪一个？巨无霸呀！不应该是魔鬼司令吗？嗯，你说呢？啊？你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啊？没有，你没看过？没有。小子，你怎么这么没童年呀？来，我给你讲讲啊。这个叫跳跳糖，我们小时候呢就最喜欢吃的，那边有个棒棒糖，这样跳跳糖以后跳到嘴里面，哇，嘣嘣嘣嘣嘣爆炸那种。知道。还有这个啊，叫溜溜球。这我知道，溜溜球还不知道。老隋玩这个玩的可好了，还会技巧呢。老隋，你来。哎呀，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。那个我要去趟酒吧，唐嫣叫我，你们先聊啊。这么晚了还叫你啊？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你要想最快见到他，我2轮摩托车是最快的，走吧。注意安全啊！好。哎，你说他们两个这算是和好吗？你给他们整了这么多回忆杀，谁架得住啊？不过有些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小时候都干什么了？跟我走。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你不是说我为什么没玩过那些吗？因为我的童年大部分都和酒店有关。这里呢，就是我小时候常会去的根据地。一个人？对啊，那个时候酒店很少有小朋友的，所以大部分孩子玩过的东西，我都没玩过。上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，但是他们感兴趣的，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。倒是这些洗衣机，就好像有魔力一样。当你看着它们的时候，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转动，但你的时间就停滞在那里，不需要任何人。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五颜六色的钢体中心，瓶瓶罐罐的后厨，还有充满冒险色彩的洗衣房，听起来感觉比弹珠、四驱车那些有意思多了。小长崎小朋友，我刚刚教了你那么多好玩的，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教教我这个怎么玩啊？闭上眼睛。不许睁开啊！嗯。夜色那么深，也那么真，多么亲密的眼神，望着身边陌生又熟悉的人。今夜还没好啊？睁开眼睛吧。哇！
这是怎么弄出来的？秘密，下次告诉你。明天要忙，今天我们就提前过。这是我们俩在一起过的第一个节日。儿童节啊？以后所有的节日，我们都要一起过。一遍一遍那相爱的过程，记着相爱的人。这吴苏的悬挂姐跟肖尚奇什么关系？这悬挂姐的电台的唯一冠名商可就是季风啊！这小子，老肖要是让他早点回来，云岚可就不是现在这副光景了。他不回来啊，不代表没有动作。我听说啊，云岚准备在吴苏发展自营品牌。是吗？这是。赵总，您不舒服？马上帮我约小贤。好，约哪里？安酒厂。下个月，德聚的云端酒店开业，你让小齐回来帮我。还有，我的婚礼也想让他帮我筹备，别人我不放心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怎么听说小齐要在乌苏发展云岚的品牌啊？还在设想阶段吧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有我爸知道。我真是替你不值啊！你兢兢业业支撑了云岚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让小齐抢风头。你爸不会是要把你们家交给小齐来管吧？小伯不也是，腿脚不好，就成不了大事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咱们两家是世交，以后合作的路还长着呢。小齐陪我打2场球可以，但是在业务方面，我是非你不可呀，兄弟。这事儿我替你来办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小心点儿。谁还不是个宝宝？这一看就是肖尚奇那个幼稚的人想出来的主意吧？反响可热烈啦！这么好的活动，你要是不参加的话，那不就是跟不上朋友圈刷屏的节奏，枉为你吴苏小霸王的称号？难为你。哎，为了给他找免费劳力，想了这么多借口。为金主爸爸服务是我们的义务。啊，李慧和唐岩的事儿想通了？想通了。其实，只要李慧在这份感情里，她开心就好。反正如果最后受伤了，也有我这个朋友给她兜着呢。这话听起来心里暖暖的，还有点小感动呢。没事儿，反正如果最后你分手了，也有我这个朋友给你兜着。乌鸦嘴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啊。这里虽然没有老鼠，但明显有老鼠啃咬过的痕迹，还有几粒老鼠屎。这2桶油也已经过期。肖总，我们现在责令季风餐厅停业整顿。来吧，肖总，签字。
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我们怎么可能用过期的油啊？这油你们见过吗？没有。这角落里的面粉袋儿，平时还真没注意过。难道咱们这儿真有老鼠？别胡说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走。我就没见过这个油。我倒是觉得，咱们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广告的问题。正因为咱们大家帮和他们的紧密关系，现在咱们更有责任和义务跟听众朋友们交代清楚。什么意思？不管他们是不是咱们的冠名商，如果他们真的在食品安全上面出了问题，就应该曝光它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应该先调查清楚整件事情的真相，最好先找到发布视频的那个人。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这季风酒店的仓库。你看，这多脏啊！你看这儿，这还有老鼠呢。这种地方拿出来的吃的，你们敢吃吗？肖总，黑松镇那边把咱们除名了。对啊，赶紧帮我退了啊！先生，按照制度，你们这单我们真的不能退。怎么不能退啊？你们酒店都成这样了，谁还敢住啊？那餐厅有老鼠，酒店肯定也有老鼠啊。那老鼠都是一窝一窝的吧？什么老鼠啊？老鼠的事我们还没有查清楚呢。好了 ，Grace， 你该退了。当然得退了，我还没找你们赔偿我的损失呢。先生，钱已经退到你们账户里。肖总，这个收了吧。收了吧。肖总之前的那些事情算是彻底白干了。这几天平台和系统上的订单都退订了，这下入住率都快为零了。你看肖总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到底是见过世面的。强撑了吧？行了，好好工作吧。这都多少天了啊？你怎么能一点行动都没有呢？你不要等到这件事发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你再想着去处理，到时候就都晚了。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呢。对呀，所以应该危机公关，主动出击啊！你不要总想着冷处理，你以为这件事时间长了大家都可以忘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冷处理，我正在调查中。你是警察吗？啊？你想破案啊？我也知道危机公关它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，但它是不是能更改网络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呢？啊？反正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件事情，我只能交给云岚总部来处理了。我们已经联系上视频投稿人了，他愿意打进来。好的，为您转接。小然来了啊。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来电有一些特殊，我留意到电台对面的季风餐厅最近陷入了一场卫生安全事件。因为之前我们的节目里也介绍过这家餐厅，所以我本人非常关注这件事，也有幸邀请到了这次视频的拍摄者。我们在这里称他为 A 先生。你好 ，A 先生。你好。这次老鼠出没的视频是您拍摄的吗？是的。您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视频拍摄当时的情况吗？我就是去季风吃饭嘛，什么私房菜呀，那个菜哪里好吃啊？好难吃的好不好？都是噱头。您不要跑题了，请您讲一下视频的情况。反正这酒店就是脏乱差吧，那个厨房脏的呀，那勺子上面油腻腻的，点心上面还盖着抹布，
还有什么老鼠啊、昆虫啊。胡说，这说什么呢？气得我饭都吃不下了，真是。就是，本来看那个视频解说就够震撼了，这生怕别人听不清，还现场解说。哎，这个大家盟不是咱们季风冠名的吗？您是如何进入到酒店后厨储藏间的？那还不是酒店管理松产，反正我就是那么进去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么多啊，那季风是你们的广告商吧？你们不会互相包庇吧？这一点您可以放心，我们是媒体，在真相面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。哎呀，这个酒店、餐厅的问题绝对不是个例，管理松散，我就随便走走。那个西房门前还有湿哒哒的泡沫呢，也没人擦。楼道里面有泡沫，那周围有没有立什么小心地滑的立牌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但是这个酒店的地毯很脏，墙皮都发霉了。那您还记得发霉的准确地点是哪儿吗？在客房2楼东边的尽头。你听节目了？如果作为男朋友，能不能请你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了？作为女朋友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季风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作为媒体工作者，我必须保持我的独立性和准确性，也必须给我的听众一个交代。所以，接下来我可能还是会继续跟进的。这才是我的女朋友。什么呀？都什么时候了还逗我？不想你那么紧张嘛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查清楚的。我也相信我们的小何主播一定会查清真相，让所有的谣言和污蔑都不攻自破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懂我的。不过我还没从当事人的采访中找到什么突破口呢。我倒是找到了。这是距离洗衣房最近的监控。那A先生的确说了谎话，但有一句话没说错：楼道里平时不会有泡沫的，那一天除外。他说在洗衣房附近，所以他应该就是那天潜进的酒店。那经过洗衣房附近的人里面就肯定有他。停一下，这个人。四哥，小然姐，咖啡，先放那儿吧。人找到了吗？不太确定，看不清楚脸，不过这个人有点可疑。至少现在确定了他在酒店的时间。酒店里有这么多摄像头，总有一个能拍到他。而且他说在餐厅里面吃过饭，那就可以看一看餐厅，还有大堂，还有电梯。小然，
发现什么了吗？的确有些发现。原来你那天等了我这么久。我是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？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那个人。走了，咱们去透口气，去吃点早饭。肖总，哎，何主播，这是查了一夜呀，有新发现吗？真的很奇怪，他是肯定要经过餐厅和大堂的。我也听了你的节目，他说酒店墙壁有发霉的地方，原来确实是有，但是酒店翻修的时候就已经修好了。就是他在节目里说咱们酒店，就是他呀！上班去。别往心里去啊！出了这个事儿，大家心里都不太舒服。我刚去找老孟说了个投诉的事儿，他还冲我犯了头牛脾气呢。什么投诉？就六一节那天，好多人说糖醋小排做酸了，他还不服气。孟师傅做的菜不至于吧？今天要是还没有进展的话，云兰总部就要召开记者会了。可是现在的网络环境，没有证据的辟谣是没有可信度的。你等一下啊。嗯。这个借我用一下啊。这是什么？变个魔术。什么意思啊？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我跟太阳学的，他说看到彩虹就会有好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小冉，有你在我身边，就会有温暖和好运，你就是我的吉祥物。那你可得随身携带了。你看。什么投诉？就六一节活动那天，糖醋小排好多人都说做酸了，他还不服气。孟师傅做的菜不至于吧？会不会是醋和酱油搞混了？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这个彩虹有点作用啊。走。哎，彩虹不要了。这不对，这里有醋。
你们谁往里掺醋了？这不是发酵的那个酸。也许是那个 A 先生进来拍视频的时候做的。为什么？想让你做的才出问题呗。难道是我的仇家？那人可多了。应该是和季风餐厅有过节的人。毕竟糖醋小排是我们的招牌菜。肖长奇，也许我们的方向错了。从一开始我们就在顺着那个 A 先生的思路，觉得他是酒店的客人。那如果说他不是呢？小总，我发现监控里的那个人好像是前厨师长老胡，好像是。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林松，帮他把公司结了。你当我愿意干呢？我倒要看看谁愿意来管这破酒店的破餐厅。这样的话就说得通了，他根本就没走正门，是从这儿进去的。可离职员工的权限都会被取消的，他们不可能从这儿进来。这个监控能拍下来。那天刚好系统升级，关了。那查门禁记录呢？如果有人来接应的话呢？查过了，当天晚上没有异常。难道就没有别的证据了吗？小莫，你去帮我做件事。采访可以呀，但是那车马费给多少啊？而且说好了，我是不露面的啊。肖总，您找我？有个小东西挺可爱的，我想送给太阳。是什么呀？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叫做花枝鼠，你拿回去给太阳养吧。怎么，不喜欢啊？觉得像老鼠？你知道了。选择摄像头检修日期，把人放进来，删除门禁记录，这些事只有你能做到，没错吧？是不是早就怀疑我了？是啊，毕竟这段时间，我在吴苏的一举一动，都劳烦你传递给胡普的赵总了。既然知道我一直在帮赵明轩干事，为什么没有开除我呀？因为有些事我想让他知道。我之前调查过你，5年前你在赵明轩手底下做过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赵总确实帮了我不少。我带着太阳来乌苏，一个单亲爸爸想立足不容易。这情我早晚是得还的。他说，太阳大了，建议我们换个城市，让太阳受到更好的教育。你倒挺实事求是的。他让我把胡东，就是那个被你开除的厨师长，放进后厨来偷师，然后再调到胡普的酒店去工作。老胡说他在后厨看看调料就可以把味道模仿到7、8成。我没想到，他是借来拍视频陷害季风。所以后来，你用客人投诉的事，和酒店墙壁原来发霉的事，想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与季风有过节的人身上。事后我去质问过他，他说这都是赵总的意思，还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卖我，让我不要插手。他的确没说是你接应的。
那你事情做了就会心虚，不然一只小老鼠就让你慌手慌脚了。明天我把辞职信放在你桌上。